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蜜粉品牌呢，如果单看它的这个粉饼的造型，会觉得和伊大饼非常的像，感觉出自于同一个设计师。但实际上呢，它是日本非常老牌的一个高级化妆品的代表 Noebia， 中文名叫诺薇雅。相比于它左边的这款蜜粉饼，其实它的散粉会比较出名，因为 Noebia 的贵妇线在日系一众高级护肤品里头也是非常名列前茅的。而这个散粉呢，其实就属于它的那款贵妇线里面的彩妆，高颜值呢也是它比较知名的一个原因。他们家的散粉呢是23克，售价16500日币，合人民币860元。很多人会不太明白，就是蜜粉饼和散粉是有什么区别吗？其实我觉得本质上没有太多的区别。你把散粉压实了之后，其实就是蜜粉饼。所以说，至于你喜欢哪一个，完全是你个人的喜好。我个人比较钟情于蜜粉饼，因为对于早上比较宝贵的时间而言，这种完全压实的粉饼上妆速度会更快。散粉呢，会因为它的这个粉质比较松散，所以它更加适合用刷子去做虚无缥缈的定妆。全脸扫过，轻微的亚光，保留一定的光泽。Noebia的优缺点呢也非常的明显。就粉饼而言，首先我觉得它的包材其实是要比伊大饼更加细致的，这个你拿在手里就能感受出来，也是能够凸显它贵妇品牌的这种细节。价格摆在那里，所以它的品质是属于中等偏上的。这款蜜粉饼呢，它是12克的容量，卖到14300日币，大约合人民币746元。它也是有蕾霏露替换装的，它的替换装的价格呢是11000日币，大约人民币574元。所以其实它的价格上和伊大饼是不相上下的，但是它们其实是两种不太一样的形态。首先我觉得从颜色跟质感上，它其实更像黛珂，因为它也是这种淡粉色的质地，并且它上脸呈现的效果呢也比较像黛珂，比较偏保湿性，不会有干燥卡粉的现象。我们知道油皮出油是一个大的问题，那么如果没有及时将多余的油脂吸去，直接按压蜜粉的话，油脂呢就会造成粉饼上的结块和斑驳现象。我们先来看黛珂的这款贵妇蜜粉，这是我之前已经用到快见底的，然后从这个细节上也能够看得出来，它也是会有结块的现象，只是非常的少，而且其他的部分呢都是比较光滑的。而 Noebia的这款粉呢是我今年才开始用的，可以看得出来它的斑驳现象非常非常的明显。如果你用粉扑上脸的话，是依旧不会卡粉的，还是非常的细腻。但是就饼面上来看，作为一个贵妇品牌啊，其实还是蛮煞风景的。通常一个高级的蜜粉饼，它只要满足粉体够细腻，以及它的包装够精致，我觉得就是一个蛮不错的产品了。只是 Noebia 还有一点让我觉得比较不能接受的，其实就是它的香味，甚至可以直接称之为俗艳的气息。这个香味在脸上的持续是会让人有一种头晕的感觉。即便了融合和珍珠相同成分的光球为首的5种粉，以及加了多种 Noebia 的美容成分，所以这个粉一样也是可以打造比较细致，好像天鹅绒般的感觉。但整体 Noebia 的粉是我用过绝对不会想要回购的。一个是刚才的细节问题，还有就是它这个香味我实在是不太能接受。只是对于香味而言，这个完全就是个人喜好。如果你对它的高颜值感兴趣呢，还是可以买来尝试一下。我最喜欢的 Nobu 防晒其实就是属于这个美妆巨头的，但是这样的一个调香呢，实在是让我有一点望而却步。刚才说了几款呢，都是比较贵价的蜜粉，现在想说一下花王的平价的索菲娜。看到它这个 logo 呢，就知道它是油皮钟爱的系列，处于索菲娜呢针对超油性肌推出的，这是它的隔离啊。但是今天我们主要说蜜粉，就只是放在这里出镜一下，因为它是一起买的，这个隔离比较控油。而这个蜜粉呢，算是日系里头我用到现在，我觉得控油效果是最好的。它只有4.8克，售价呢是1980日币，大约人民币103元，所以是比较平价的。虽然只有4.8克，但其实还是蛮耐用的。粉质看起来啊，并不像是特别细致的粉，但是上在手背上
还是很细腻。一直以来花王的这个系列呢都是针对超油性肌肤的，所以它在控油力上比较保证。我唯一不太喜欢呢是它这款粉扑，这个粉扑呢为了展示我已经洗过了，它其实有一点点像我们国内的一个品牌叫妖质粉扑，有点像胶质的，这个粉扑非常的不好用，很容易在脸上卡住。个人还是建议这种比较厚实胖胖的传统的这些日系的粉扑，或者比较柔软的这种粉扑来蘸取，会快速很多，而且不容易卡粉。最重要的是这款索菲娜的蜜粉呢，真的控油力很持久。我所谓的控油力，就是指你出门前上妆之后，你来到公司1-2个小时内都没有出很多的油，在当下的这种炎热季节，这种就属于控油力很好了。很多博主口中的那种持妆8小时，或者说完全不出油，我个人认为，以我的大油皮的标准来说，从来没有出现过。最后我想说一个比较前段时间有争议话题的，就是晚安粉。我不太明白，就是晚安粉都过去这么久了，而且无论是百货公司在售卖的奥尔滨，还是药妆店随处可见的，我现在要讲的这个 GULAP 素颜晚安粉，真的是很普遍的一个产品，怎么就突然变得那么有争议呢？如果你是一个油皮，你就放心大胆的用。我觉得晚安粉没有特别大的意义，就只是给油皮自己矫情的。就是你晚上涂完保养品，尤其在炎热的季节，然后你看到你满脸油光睡前的样子，你觉得不爽，那么你就可以买。我觉得晚安粉没有必要买太贵的。日系比较知名的晚安粉，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奥尔滨，以及资生堂每年都会出的星际蜜粉，它们都比较不具备性价比，所以我每年会复购的其实就是这个 GULAP。 这款也换了新的包装，我觉得包装比原来要高级很多，原来就是很日系少女感。如果你去日本逛药妆店，你会发现有很多少女感的护肤品，它们其实都会呈现一股浓浓的廉价味，所以我觉得这种精简的外观反而更大气一点。那里面的这个粉扑呢还是不变的，通常这类药妆店卖的晚安粉它是比较粗糙的，就是它的粉质跟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些比较昂贵的蜜粉来说，它是比较粗糙的。因为我手背的皮肤不会粗，所以不太看得出来，但是细看应该是会看到有一些颗粒的，它是有颗粒感的，所以晚安粉真的就只是晚安粉，比较不适合日常来当做蜜粉来使用。这款26克售价1760日币和人民币92的晚安粉，我觉得是真的很有性价比，无论是它的颜值，以及其实它的粉里头也会添加美容成分的。那么作为一款这么平价的粉来说，其实没有太多的要求了。总结一下，就是1年4季都可用的油皮，我更加推荐伊大饼。那么如果是秋冬季节，想要妆容细腻又没有紧绷感，黛珂是首选。对于油皮、大油皮，只是想控油而言，索菲娜非常的好用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就请点赞并继续关注，感谢你的收看。